说，钱到底还不还？没钱，没钱，我没钱。你让宏图把那案卷给我看看，回头你让他把卷放到我办公室。你都撞了南墙了，还不死心？你还不知道，你被羁押之后，你的律师执业证被扣了。上个月咱们所要年检，咱们是合伙所，你不在就缺合伙人，就审不过。我跟韩律师商量，就把宏图补充成合伙人了，所以。那就说那个办公室现在是洪律师的办公室。先这么安排，你东西都没动，全在那屋呢。等有时间了，咱们再重新规划一下所里的布局。没事儿，我反正也不怎么用那个屋，而且本来我就打算从咱们所退伙的。你什么意思？公安抓走我那天早上，我见过邝北平。我可以离开德智所。对，也许你说的对，该翻篇了。哎，肖律师，你还在麦当劳吗？路边等着我，我这就到。来，740，谢了。乔律师，您不必这样。欠个1天半天的是钱，欠时间长了就是人情了。我不喜欢欠人情。现在还有时间吗？聊聊闽月阁的案子。哦，好。原告葛平是咱们委托人闽月阁酒楼聘用的洗碗工，下班后在自家酒楼门口被自家的采购车撞成了重伤。我记得葛平伤都挺重的。对，光肋骨就中断了19根。根据对方庭前提交的伤残鉴定呢，葛平已经构成了8级伤残。伤残鉴定符合标准吗？轻度智力缺损和智力障碍、活动能力受限、右耳正主听觉障碍、骨盆倾斜、脊柱损伤致颈部活动角度部分丧失，任何一项不够。他们自家的货车在自己经营的场所撞伤了自己的员工，这既是交通事故，也属于工伤，涉及竞合问题吗？对方没提，是按照损害赔偿诉的咱们。肖律师，我能不能旁听一下？求之不得。少廷，你还不如跟我一起中饭呢。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来观摩学习啊。什么大案的值得咱们乔大律师亲自旁听啊？你们认识？肖律师，之前来我们所应聘过。这么优秀的年轻律师，竟然没有得到你们所的留用？乔律师吧？哎呦，我今天见到偶像了！我是薛律师的助理，我叫高维，现在还是实习律师，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能见到您本人，您本人看上去还真是更什么？干咱们这一行的，祸从口出，慎言哦。哎，少廷，我发小的那个考了资格证书就到所里来实习，我就带他呗。别解释。会打圆场，还挺招人疼的。听说你被海港公安拘留调查了很长时间，怎么回事啊？
你跟着我那会儿，我是怎么教你的？做刑事案件代理，务必要小心谨慎。你呀，就是学不会守规矩。我之前说了，那案子我可以不要了，我甚至可以退伙离开德之所。那你还来法院干什么？年轻人做人不要太虚伪。主任，看来曾院长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选派实习律师到法院，从事审判辅助工作的计划。别的不说啊，这么做确实有利于增加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长远上来看，也能给律师创造出更好的职业环境。这件事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真想有实质性的推动，还要等我的律协说了算才行。您只要一出山，这一届的律协竞选，那还不就是走走过程？那可不好说。张正在诉讼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影响力不可小觑。乔儿子，您刚才那模样你也看见了，随便一出手，都是他们这个层面不够看的。你是在暗示乔少廷被公安调查，是我在背后操纵他？当然不是，主任。少廷办案一向爱出格，这是他自找的。乔少廷，公安是把他放了，可他闹出这么大事儿，他这个律师还能继续干下去吗？这件事部里局里可以不管，但律协也没有办法。律协作为一个律师行业的自律组织，他们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你看一下笔录，先在这儿签个字。你怎么跟这儿呢？不上去？说吧，什么事儿？没有，没事。我这人真挺没劲的，对吧？总是伤害了身边的人还不自知。你在里面是不是遭挺多罪的？我看他们连家人都不让探视。哪儿那么夸张啊？那是看守所，又不是渣滓洞。你老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好面子死扛。我现在洗心革面了，你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我，特通透。没看我都没陪你喝酒吗？什么意思？我其实呢就不喜欢喝酒，之前陪你喝酒呢是为了让你开心。我现在想想，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啊！我就是不喜欢喝酒，我为什么还要陪你喝呀？那你一直都可以明说啊。好面子死扛呗。哎呀，不扛了，真的觉得有点累了。离婚协议签好了吗？没带。我是觉得啊，你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离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虑了。离婚这事儿是我出事之前我们就商量好的，
不算你落井下石。明白。你的文件，在看守所的时候寄到家里的。以后你跟你身边那些人都说一下，像这样的文件不要再往我那儿寄了。离婚协议我签好了呢，会寄到你事务所啊。你有功夫就多来看看阿祖。你今天见上小赵婷啦？这人怎么样？帅不帅？我见到那个版本呢，有点落魄，70分吧。不过梳洗打扮之后，有65分。我看你回来就闷闷不乐的，还以为这人见光死不及格呢。哎，我今天啊，和他最亲密的接触，是他请我吃了个这么大的肉饼。来，友情提示啊，肉的好吃。左边这个。人还是很 nice 的，就是有点丧。冷淡风，我喜欢。他今天旁听我开了个庭，不过当着他的面啊，把案子办砸了。我这个案子是不是算办砸了？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可是我居然漏看了事故车辆的基本信息。乔律师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一下？我没想到你会漏看啊，也就是说，我以为在案情上，你不会有什么失误的。是证据本身就有瑕疵，还是你出错了？都有。证据本身有硬伤，他也说了，无论我有没有疏忽，证据的硬伤都对抗不了。被告全安保险公司对刚才闽悦阁餐饮有限公司确认的赔偿金额有异议吗？经公司调查，我们发现，该事故车辆，也就是车牌为港 GN9935的厢型小货车，应于去年的8月份验车。依照保险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投保书和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全安公司对于闽悦阁餐饮有限公司应承担赔付的金额不予理赔。恕我直言啊，廖律师，我们这个行业啊，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必须实现精密、严谨、高效的逻辑闭环。客户对我们出钱购买的是容错率为0的法律技术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事后去向客户寻求谅解。是的，你看看我，就是最典型的反面参照。但是现在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那乔大律师就没像人生导师那样指点指点你？不过今天我似乎知道了，如果这个案子换做他会怎么做？不过这次客户应该察觉不出来你会有什么失误。为什么你觉得客户察觉不出来？是按肇事车辆逾期未检，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旦涉及到保险赔付，就一定会被拿出来抗辩。如果肇事车辆未年检和这个案子的事故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我可以主张保险公司的免赔条款是显示公平的。我不认为合议庭会对一个合法的民事协议所确立的法律关系进行拆分，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种抗辩很难成立。那我们还可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其履行理赔义务。如果一个案子的审理是要以另一个案子的结果为前提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程序是可以被终止的。不管结果如何，客户会知道我们穷尽手段了。话倒是没错。您觉得我不该这么想吗？没什么该不该。你是在维护委托人的权益。您觉得我是在绞速、浪费审判资源？我们都非常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呢，我们也都很清楚。我就是希望葛平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游戏当中去耽误救治。
还要咖啡？喝点别的。白兰地。老样子，不加冰。你可真行，当着太太的面故意不喝，把人气跑了，跑到这儿来一个人喝闷酒。任何一个在看守所待了这么久的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权利。为了见太太，特意剪发、洗漱，还换了身衣裳。那没准我是怕衣冠不整被这家店给轰出去呢。老板结账。嗯。你太太来之前，你衣服的袖子是挽上去的。她进来的时候，你又把它放下来。你是怕她看见你手上没有戴结婚时她送你的那块表。其实你很在意的。她也在乎我。除了她和我爹，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几个在乎我的人了。别这么悲观。我也很在乎你。对。还有咱们德智所的全体同仁，都挺在乎我。你出事当天，我想请人斡旋一下，张正特意给我打电话，叫我和我父亲不要干预。宽和我认识张正的主意，他大概是怕我耽误他竞选理事会长。恐怕他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是怕你出来以后继续干更多出格的事情，所以你看，还是我更在乎你一些。王伯李小芬那个案子，被害人周红的尸体还没找到，我让周亮帮我去查周红他们家的财产情况。周亮居然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光北平不会放过我的，也不会放过张正，还有我们所。你是没睡啊，还是醒了？一个朱红不知道死没死的问，一个邹亮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让我怎么睡？我刚刚得到消息，估计几个小时后也会正式通知你。律协接到投诉，说你通过邹亮违法调取银行单据，侵害他人隐私，你的执业证被暂扣了。律协会对你进行听证。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办公区域。哎，南哥，我就不记得有哪个活是不急的。金岗怎么样啊？你是不是也开始向往巡回法庭的工作了？你可知道这儿的巡回法庭管了4个省的案子，我们那帮同事一个个不是过劳肥就是过劳瘦，我这外来户算是全境最轻松的一个了。马上就不轻松了，有复核案件。王博、李小坤故意杀害朱红的案子，你知道吧？知道啊，不都上新闻了吗？那不就是金港的案子吗？但听说没有找到被害人的尸体，金港中院把这个案子证据链锤了不下100遍了，判死刑了。判了，而且2名被告都没有上诉。那就是也认判决结果呗。但是这缺少尸体的定罪，哎，我记得之前业务学习咱们是不是看过一个类似的国外的案例？你说的应该是理查德·克拉夫自杀妻案。
不过国内也有同样的判罚。我记得是个80年代的案子，也是没有找到尸体。那个案子最后还是找到了被害人的指甲和牙齿碎片，还有一些毛发以及骨头碎片的 DNA 证据。那这个案子现在没有任何法医学证据吗？一言难尽啊！你赶紧回来看卷吧。我这工作没结束呢，你要实在不行，我先进系统里看吧。你是第一次做复核啊，死刑卷是不能进系统的。那你干脆把卷带来京港呗，反正你要过来提讯被告人，不正好？翘首亭。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整卷都背下来，我知道你记忆力超赞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呢？那个我开玩笑呢，我忙完就回去啊。不用了。啊？我去京港找你。北平啊，你这么忙，这种小事就别亲自陪我来了。我不该来，你更不该来。拿药这种事儿，让你闺女来不就行了吗？严秋得带孩子，她现在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早年间也没什么事儿，估计就是岁数大了，天一潮就犯毛病。没事儿。哦，对了，害死我女婿那2个，什么时候执行死刑啊？老哥，全在我心上。先让司机送你回去，我还有点事儿。我还以为一言不合就把你扔在这儿，自己开车走了。我没那么幼稚，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那更何况你说的也没错。对不起，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会锁里吗？上车。您是那种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有良心的律师。首先，我的证被扣了，我现在不是律师。至于良心那玩意儿，人人都有。我不知道目前在你的语境当中，良心算不算种讽刺？不是讽刺，我只是觉得在这2个案子里，相比较律师的职业性，您好像更倾向于某种个人的价值评判。要看你对律师的职业性是个什么概念了。我的理解可能很浅薄，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权益。这不浅薄啊，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等您下边要说的。哦，没有但是。宏图，哎，今天实在是加不上号了。我刚跟领导提这事儿，就被数落了一顿。没事没事，今天麻烦你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也没帮上忙。146号红岸旗到5号专家门诊，其146号是你爸？是。到5号专家门诊。要不赶紧先进去看吧。行，我们先进去，回头给你打电话。好好好，走妈，把东西都拿好。谢谢你啊，没关系。那就拜托你，不是麻烦你。爸，你这也太见外了。是洪先生吧？是。来，谢谢您，大夫。没事。妈，你先进去。走吧。我来吧。没事。这人上了岁数啊，腰椎难免出问题。
我已经跟这医生打了招呼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就直接找他就行。孟主任，你为什么要帮我？我知道你不会平白无故帮我，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你做什么？我需要你什么都不做，可以吗？是不是只要我不帮他，什么都不做，你就能让我随时都要父亲来看病？这是你的孝心，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去办点别的事儿，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谢谢您。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您。问。如何才能做好律师？你是想做好律师呢，还是做好律师？前者靠努力，后者靠天性。哪个更重要？都重要。二者发生冲突呢？看取舍。还和一见如故呢，够专情的呀，也没换换。习惯这股香气了，味儿正，性价比高，适合我。你好，麻烦再来一瓶。常律，你可是近海远洋捕捞行里的头头摆了。我大概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了。有什么事儿跟兄弟说。谢谢。还真有个事儿，我有个同学啊，在这事儿上把命给搭进去了。我想让你帮我找点东西，都在里边了。先喝点儿。还有个事儿呢，我不太好意思说。哼，不好意思4个字你都说出来，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我想借点钱。你什么意思？就是那种小额借贷，你懂的。洪律师，舒克公司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刘总说电购团队可能有内鬼，我和他们团队的3个主管都已经聊过了。谁的嫌疑比较大？刘总的嫌疑比较大。这个结果是需要你向刘总直接呈报的吧？我和刘总汇报。不用告诉我。你处理好了吗？那就不用告诉我具体细节。明月阁的诉讼材料准备好了吗？这是起诉全安保险公司的起诉状和证据目录，您过目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带上授权委托书去明月阁一并盖章了。其他的手续也别落下。法人和企业资质的信息一定不能出错。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都已经准备好了，相关信息也在天眼查上核对过了。洪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在这儿等我。26万，你过过？不用，一哥介绍的朋友，我信得过。你这车啊，压不压就这么回事儿，还得是人经济面子大。谁说我脸大了？那我就再大点儿，这利息再降降，10个点，就这么定。我跟你说，乔律师可是大人物，保不齐你哪天马高凳短，求得着人，知道吗？喝了。
就当交个朋友。我跟这哥们儿也算一见如故。走了，不送。去了。这10个点也不少啊！你到时候要真是还不上，跟我说，我再想办法。你都为我搭上那么大一人情了，你放心，能还上。哎，玉，这么就出去了？不是，人家要劫你色，我倒不担心，这把这钱要是抢了，我叫个出租车。歇了，别嫌次。手动挡会开吧？特别烧机油，轻加着点。谢了。东西先放这儿吧。芈月阁的案子，原告撤诉了。啊？怎么会？芈月阁的吴总和对方在庭外和解了，具体的赔款数额还不清楚。但既然对方撤诉，说明赔款已经落实了。至于诉不诉保险公司，吴总打算先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理赔事宜，不用现在就搞。那这个案子结案了，定卷吧。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出去了。肖律师，你刚才显得有点过于惊讶了。我就是希望葛平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的游戏当中去耽误救治。过关，干了！不行，我干不了。葛平的那个姓孙的代理律师可谨慎了，就跟我有什么阴谋似的。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我的名字吧？但是那个孙律师走的时候提到你了。他说什么？他说他替葛平谢谢我，还有他让我替他转达对肖律师的谢意。他还说没有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但是他知道，他会记得。什么情况？对了，那什么，你稍等啊。25万，剩下的175万，等到我银行账户解封之后，我立马转给你。来。哎，你说我想花钱买个太平，怎么就这么难呢？不难。哎呀，还是你膝下有金山啊！哎，你让宏图把那个王博、雷小坤案的案卷给我。哎，芈月阁这案子私下和解了，你知道了吧？据说对方律师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开窍了，以阻塞消防通道、湿滑地面没有安置警示牌、私自规划。允许机动车在酒店门口人行区域里行驶，以及原告葛平在春节期间被强制要求20多个小时在工作岗位，要向交管部门还有劳动局举报。这吴总啊，就害怕芈月阁被封门，也就答应私下和解了。
赔40多万。那吴总也别嫌肉疼，你问问他，给他40万，撞他个8级伤残，他自己乐不乐意啊？哎，这个结果还真不算糟糕，但是我就是有一点没想明白，你说这庭都开了，怎么对方律师就能想出从这个角度来逼迫闽月阁和解呢？都是律师，谁也别装傻。烟呀！啊，你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戒烟了，哎，为什么？你进看守所，我进医院，这儿支个架。本来呢，都推到手术室门口了，又推出来了。怎么了？人认为你没治了？就是甲状腺出问题了，他们说是被气的。哎，行了，不说这个了。我这也要去跟吴总一块儿吃饭，商量一下后面保险公司赔偿的事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不去了，不吃当事人的饭，你知道的。我知道，我买单行不行啊？那也不去。不过啊，你可以适当的让这个吴总买单，他活该。行。哎，你这刚回来，怎么就非得跟宏图过不去呢？没有啊，我就是想看一下王博、雷小坤的案子呀。嘿，人家可是觉得你在针对他。他的案子办得没问题，就不怕我针对啊？是，可这案子啊，从头我都盯着呢，宏图办的没毛病。再说他不是你教出来的吗？他你都不信啊？改改吧。什么呀？大写的言不由衷。少廷，真的算了吧，咱们已经扳倒过邝北平一次了，以后肯定还有机会。但是啊，绝不是现在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你陷得太深。在我被公安机关羁押的时候，你并没有想过为我做些什么。一方面呢，你相信我不会杀人，对不对？对，谢谢你。另一方面呢，是你更加的相信我，一旦出来之后，会继续咬着这个案子不放。邝北平他想搞死我，虽然我跟他认怂了，但他还是会搞死我。被关这么多天，这只是个开始。暂停职业资格，就只是道开胃菜。我不知道他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罢休。听我的，只要你罢休了，他就罢休了。怎么可能呢？你忘了？当初我们一起把他搞下台，他有多恨我，他就有多恨你。为什么现在他对我格外青睐呢？那是因为他相信，他也相信你和唐初相信的，即便是我在他面前跪下了，他也认为我不会变。现在你明白了，爱我的人，恨我的人，甚至我瞧不起的人，还有共事的人，所有人，他们都相信我，乔少廷不会变。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曾经跪下过，那不是做做样子，是彻彻底底的跪下过。成年人谁没跪过？我每天给所有人跪。去你妈的所有人！去你妈的乔少廷！
吃饭吧，别迟到了。如果你记忆力没错的话，南哥，这案子京港中院判的没什么毛病。刑事审判和死刑复核是两回事儿，复核不过的案子，并不代表他审的或者判的有问题。京港中院和海港支队单独附卷里边那2份说明你看了吗？看了，不是说王博、雷小坤最开始委托的代理律师涉嫌贿赂在银行工作的老同学做伪证，被刑事拘留了吗？哦，我看天眼查上这哥们儿信息是挺全的，曾经是德智所的合伙人之一，还说是全国10家律师，办过挺多大案子的，而且在圈内也挺有名气的。他那个老同学还死了，他涉嫌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应该是以提供毒品的方式过失致人死亡更准确一些。这个叫乔少廷的律师啊，总是能搞出点事情来。你认识这个律师啊？不认识。不过听我师傅提起过好几次他的名字，大概意思就是说，代理个死刑复核还这么刚的家伙，挺少见的。那你说京港中院和海港刑侦支队把这2份说明放在附卷里是什么意思？他们觉得这案子判的有问题？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找人去查询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财务状况，而且他找的这个人呢，还恰好就挂了。这要搁谁看，是不是都会觉得挺可疑的？那咱们明天要不要赶紧去提讯一下被告人啊？咱们先拜访一下海港支队。我这是第一次做复核啊，以你的经验，当地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会不会对咱们很抵触啊？人命关天的事儿，抵触不抵触，都得过最高院这一关。收购集团的高层找到我，说他们下属的电购公司有内鬼。经理报上来的调查结果说，是那个姓刘的经理，哦，他就是吃里扒外的那个，而且他还想借机栽赃给一个他想开除掉的中管。那个中管呢是一个孕妇，按劳动法规定不能被开除，不过要以牵扯犯罪行为来要挟他，或者通过流言蜚语给他制造压力，很有可能迫使他主动离职。有证据吗？核查一下泄露订单的出单时间和所有管理者登录订单库的后台记录，你会归总出证据的。这事儿我要是办妥了，我可就干脆连那个电购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一块给撬走了啊！随你的便，反正也不是我的错。你找我见面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我还以为是乔少廷那边。如果你撬走了电购公司的法律顾问呢？你拿到的顾问费，我要分一半。当然没有问题啊！我还以为我们之间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一事一议啊。这2天，乔律师陪我处理了2件事情，让我增加了不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要善良？不好说，但是他肯定比你聪明。乔少廷确实是京港最好的律师，他值得你我冒险。儿子。爸爸给你带来好吃的，吃不吃？吃。爸爸帮我拿一下，我拿不住。自己事情自己做，快下来，快点。你也在家里待了那么多天了，你想不想回去跟你们幼儿园的小伙伴一起玩啊？不想去幼儿园。为什么？你能不能和老师说我病了？哎，你说你这孩子，这谁教你的呀？这不撒谎吗？不能这样啊！我们班有个男生叫99，他老是打我。
他是只欺负你呢，还是说所有人他都欺负？就只欺负我一个。他追着我打，我不理他，他还打我。爸爸，你能帮我打他吗？这恐怕不行啊，这小朋友的事情要自己解决的。但是如果你要把他打坏了，那爸爸可以解决。那我就躲在边上，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下跑出来打他。这也太阴狠了吧！谁教你的？你记住了啊！大老爷们儿，明人不做暗事，除非别人主动欺负你，否则你不能动。但如果别人一旦动你了，你就给我打他。明人不做暗事，知道吧？谁让你吃这么甜的东西的？啊？我给他骂，跟他没关系。你要骂的话，你骂我，你别骂他。是，除了你还有谁啊？那个，儿子，爸爸跟妈妈说几句话，你到别的地方去玩去，小心啊，别摔了。把东西拿着，真乖。哎，表找回来了，啊？我还以为你丢了呢。丢什么呀？这表不是一直都在吗？只闻咖啡的时候就没见你在，还用袖子挡着，怕我看见啊？你想多了。下来。好。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困难人人都有，我能解决。你是不是打算继续查那个案子？就是让你逮进去那个？你觉得呢？我觉得除了我年老色衰，以及你变心劈腿之外，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你一出来就非得跟我签这离婚协议。不能说你不了解我，只是你太高看我了。其实，在前天晚上见面之后，我才想清楚的。你京港银行的约我到江州银行见面，几个意思啊？准备跳槽啊？不亮，你的选择，在你决定之前都做好了。啊？什么？没什么。你天性如此嘛，是吧？光北平不会放过我的，还有我们所。这段时间呢，我会尽量有空就回来陪阿祖玩。房贷呢，我会一直还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你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跟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会跟你说呀。我知道，为了你自己，你肯定不会说，但是为了阿祖，请你记得，你还有一个能帮得上忙的前夫就好。你回头把协议寄到律所就好了。下次爸爸给你带吃的。被告律师，原告认为你们之间就是一种借贷关系，认可吗？不认可。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对项目是共同出资，实操层面也是共同运作和经营的。更何况在风险和收益问题上，并没有设定任何的保底条款，所以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合作。合作？对。我现在职业证被暂扣，而你却可以出庭。另一方面，我拥有你最需要的东西——办案经验、案源。每一个新入行的律师最需要的就是案源。我现在是有活干不了，你是有本事没那么多活。所以你觉得我们俩可以互补是吗？是不是很完美？太过完美了。我是说，原告对于进口车的衡量标准完美到有些苛刻。被告销售的汽车确实是进口车，只不过车辆进口采用的是 CKD 的方式。请被告律师解释一下。Completely knocked down， 这是一个贸易名词，指的是把进口车全部拆散为零件，再以零件进口的方式在国内重新组装。为什么要这么做？能够大幅合法地降低进口税费，而原告作为购买者也确实享受到了因税费降低而带来的价格优惠。
这是不是更像合资车的生产方式？不是，合资车一般都有10%到60%的国产化率，而被告销售的汽车，哪怕一颗螺丝都是进口的。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但是像乔律师这样资深前辈，为什么会纡尊降贵的找我合作？首先，我认为你是个业务能力出色的律师；其次，在刑事要件上，你是个有本的律师。我现在不算。再就是，所有我介绍过来的案件收入，扣税之后，我要分一半。那不行，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销售代理协议，只规定了每平方米16000元到18000元的销售定价空间。至于被告是否能把受托房屋销售到18000元以上，恰恰是被告通过了努力营销取得的成果和收益。原告无权就这部分溢价收益向被告主张权利。可原告认为，能够高于你们约定的最高单价完成销售，并不是因为被告工作努力，而是因为整个地区房价上涨所导致的。不管原告主张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份合法且符合双方真实意图的民事合同。被告并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所有通过履行合同取得的合法收益，自然归被告所有。原告凭什么要求分走一半？我除了可以给你带来案源，还可以帮你分析案件的法律关系，找出争议焦点，组织抗辩证据。这些倒不麻烦您，我自己可以搞定。好吧，我可以开车。哎呦，字面意义上的，我有车，我可以给你当司机。这倒是会方便很多。有辆车呢也很加分。要不这样，46。我不光是司机，你看着我乔少廷，给你当全职助理。张主任说所里给我派的案子也快开庭了，不会和咱们的案子撞上吧？如果真碰上撞停事故，可以打电话给合议庭协调。法院要是不同意改时间呢？嗨，到时候再说呗。你之前不是说咱们合作你也有个条件吗？是什么具体还没说呢？这个到时候再说也可以。这王博、雷小坤的案子不是审结了吗？现在是死刑复核阶段，我想把这案子跟完。我知道我还没有拿到代理权，但是我可以想办法。我怎么觉得不是想跟完这么简单？被告人自己都没上诉的案子，死刑复核阶段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吗？这个程序的设置必定有它的意义，辩护嘛，有总比没有强啊。哎，乔律师，我怎么记得之前您开的不是这辆车啊？代步嘛，有车总比没车强啊！上车。那也就是说，条件是让我继续跟进王博和雷小坤的案子。您在外边做事，我在法院出面，那费用怎么算啊？什么？费用？什么费用啊？一个被告人自己都没有上诉的案子，就算拿到了代理权，人家家属也不一定会付费的。可是我是不做义工的，乔律师。你开个价。按照一般的收费标准，死刑复核阶段2、3万吧。行，就按3万算。前一阶段呢是我代理的，死刑复核阶段费用减半，我拿出1万5来跟你分。哎，不对啊，前一阶段不是您代理的，您进去了，所以就是3万。好，3万就3万，我俩5-5开，我给你1万5，行了吧？这个案子不属于我们合作的案子，是您找我帮忙，相当于呢挂靠费。肖律师，
你这就有点乘人之危了。那实在没办法，你只能找别的律师了。我是没意见。3万，都给你。至于吗？3万块钱，笑得跟鹅似的。就是觉得我猜对了。猜对什么？绝不只是想跟完而已。你去开谁的庭？创辉销售公司和新泉房地产。我问的是，这案子是哪个合伙人派给你的？不是所里的案子。你自己接的案子？我怎么没在行政那儿看到收案记录？你是怎么拿到盖章的代理协议和所函的？这案子是我介绍的，行政可能就登记到我名下了。我刚从张正那儿出来，跟他打过招呼了，以及进门的时候忘了敲门，对不起。这是调卷申请和保密协议，张正都签过字了，麻烦你。王博、雷小坤那案子的卷，给我看一下。瞧你说的，这么见外干嘛？上次跟你开个玩笑，你居然当真了。来，安卷。你看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问我。等你看完了，记得给我点评点评。哦，对，正好，现在有一个刑案要交给小肖去办。这孩子毕竟入行时间不长，没怎么出过刑庭，经验上还是有点欠缺。你正好帮他参详参详，就当社会关门弟子吧。案件材料都在顾盼那儿，直接去取吧。尽早会见，马上就要开庭了。好的，知道了。宏图啊，怎么了，乔律？这又气就抠指甲的习惯得改改了，否则开庭的时候很容易被对方律师就看出来。不错，长大了。哎，这几年不见，你怎么跑最高院去了？我喜欢坐办公室啊。这样的话，我媳妇就能确定每天我这脑袋呀是扛在肩膀上，而不是挂在裤腰带上。当然了，我是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啊。挺适合你的。哎呀，所以说我挺怀念当初咱们打街立的日子。是啊，你抓人，我起诉，天衣无缝。嗯，但前提是我得选择性忽略掉那10几次把卷给我打回来让我补针的时间。我也得尽量忘掉押运和抓逃的时候我穿防弹衣那段。意思意思。哎，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去干？我有几个同学，人在外边做律师，那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都是机构的骨干力量，要是都下海了，让那帮老子小了怎么办？也是。谢谢。贩毒的2审，所以你们应该不用去单独阅卷了，材料都有。是这个案子。前一段时间我看还上新闻了，就是李可他们等9个人的贩毒案。咱们要代理的被告人是哪个？判的最轻的那个王明，1审判了14年，家属希望2审的时候能再判轻点。14年算判的最轻的。 2个死刑，1个死缓，还有2个无期，
和这些主犯相比，14年确实是判得轻。你是跳过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直接看判决如下了吗？我习惯先看判词，再往回翻。被告人家属那边，王明的父亲王铁军跟主任见面委托了案件之后，已经回深圳了，说是2审的时候会再来。总之，你们加油吧。这小伙子只有23岁，能不能35岁之前出狱，就看你俩的了。八卦一下，咱们所的行政是有什么特殊背景吗？不了解。我只知道他的手机背景是极端乐队。这个我大概的扫了一眼，在这个团伙里边，王明是最末端的零售商，100片摇头丸，初犯悔罪，有一起没有被认定的离婚表现。2审开庭是哪天？后天。那咱们得赶紧去趟看守所。刚才咱们是不是聊到了行政的特殊背景？我说了我不了解。是不了解还是了解？咱不想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事儿你就不该问。海港支队我去过了，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了。我猜他们只说了该说的。哼，可恶！把案件上的抓捕经过和办案说明给我复述了一遍。这案子比较敏感，我也理解。所以啊，我准备私底下会会这个案子的承办侦查员。赵金城，我熟啊。我跟你在看守所这饭也不能白蹭了。没问题。老杨，准备撤了。哎，等忙完了别急着走，一块儿吃个饭，喝2杯。嗨，我这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真走不了。对了，有个叫乔少田的律师，在行业里边也是个刺儿头，你听说过吗？他？介绍信真的好使吗？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注册本不在手上，临时开个介绍信。咱们现在上律协的官网查询，也能查到我是在册律师，糊弄一下就过去了。赶紧糊弄，5点钟就不对外接待了。你对向阳看守所的情况怎么那么了解？哎，你怎么在这儿？儿？我是警察，我在这儿不很正常吗？啊，我是律师，我来会见被告人也很正常啊。你一个人怎么会见？校长，我跟他是一块儿的。乔少廷律师，别人我不清楚，你不是刚被海港支队给拘了才放出来吧？我又没受过刑事处罚，这不影响我的律师执业资格。但我听说，现在律协给你暂停执业，也就是说你没本儿。怎么？难不成想弄封介绍信糊弄你？海看没待够，想来向阳再住几天。会见被告人，一个律师也是可以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每个看守所在实践中执行标准不一样。譬如现在，你就需要2个律师。我们先撤了。好。这么巧，如果小闯的妹妹跟乔少廷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那就不光是巧的事儿喽。本儿没了，还想往看守所里混？南哥，你说海港支队咱也去了，你干嘛要私下见那个承办警员呀？这案子有不对劲的地方，但是碍于部门职能、程序和保密义务等等，我相信海港支队的人对咱们是知无不言的。但你觉得他们不够严无不尽？不管怎么说，去会会这个赵家。
行，那路过先去吃个祥安三杰啊。要不然还是我开车吧。哎，你开太磨叽，帮我导航到祥安三杰。好的，将为您导航到青岛市向阳祥安三杰。哎，小闯是你哥，亲哥。怎么说呢？家庭关系上是，他不是我的表哥，也不是我的堂兄。血缘关系上呢，不是，因为我收养的。我就是随口一问，没想打探你的个人隐私。你俩关系看上去不太好啊，而且是不好到那种见面就拆台的程度。很抱歉没给你展现一个兄妹情深的温馨偶遇啊。这马上都5点了，得赶紧看看哪位律师有时间，明天能陪我会见的。这向阳看守所也太落后了，现在不是很多看守所都能够网上预约办理会见手续吗？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喂，韩律师，什么事啊？今天晚上有几个朋友会到我这儿坐会儿，其中一个朋友是海港支队的，叫赵新成。什么意思啊？只是提醒一下，今晚店里酒水打折。你对一审判决有什么意见？你确定乔少廷不是故意安排这个时间来的吗？请你将涉案情况再简单的讲述一遍，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的部分一致吗？你有前科吗？他是不是察觉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是说你有什么举措让他开始产生怀疑了？稍等。这个案子是下午所里才派给我的，来看守所也是临时决定的。你要说巧合，刚才在门口遇到我哥，相比较遇到你，他才是我真正不想看到的人。你别总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咱俩之间没任何关系，你我只是交易。好的。不好意思啊，请你再详细的说一说和被举报人马肖俊的关系。2.7公斤氯胺酮。王明举报的香港人马肖俊呢，是一个制毒的原材料供应商。公安机关是通过王明的举报才抓到他的，抓捕他的同时还起获2.7公斤的 K 粉。但问题在于，马肖俊被捕时，氯胺酮只是属于国家管制类药品，不算毒品。马肖俊呢也被释放了，2个月之后，氯胺酮才被纳入毒品归类。就差了54天。王明被捕的时候，收缴的摇头丸95%的成分都是氯胺酮。给他定罪的是另外5%的苯丙胺。哎，你这饼是今天中午剩下的吗？嗯，中午就咬了一口，扔了太可惜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找一个便利店的微波炉，把它热一下，你再吃啊。像吃这种饼，你得吃出酥脆的感觉才好。我哪有时间啊？你说这检体揭发，也得等到氯胺酮被纳入毒品之后才好啊。这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很荒诞？如果今天颁布的刑法说杀人是犯罪，那你昨天杀的人就不算犯法，这是标准。法律不溯及既往。你不用跟我普及法理知识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辩护的切入点。哎，是你需要辩护的切入点。
肖律师，回家吗？我可以捎你一段。回啊。哎，对了，薛东在会见室就没给你参谋参谋？我跟薛律师，应该说是一面试之缘，恐怕是看你面子才陪我进去会见的吧？恐怕没有什么义务提供案子向你帮助啊。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难道其实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糟？这什么车呀？这是。坐住了啊！哎，也没多远，我把你送回去吧。说归说，还真的拿你当司机啊？今天已经很辛苦了，感谢。哎，还有啊，咱俩现在是工作伙伴，我这儿呢也没什么大规矩，以后你就不用您啊您的了。行，明天见。肖律师，咱们所3个合伙人，是不是你到现在才见过2个呀？您说韩律师吗？来，谢谢。你现在和乔律师是搭档？乔律师和我谈的时候呢，说的是全职助手这个词。您好像并不惊讶。他现在职业证被暂扣，外面好像还欠了外债。刚出来那会儿，把手表都当了。但他很快就赎回来了。恐怕他要赎的不仅仅是那块表。那看来他真是很缺钱。他的确需要钱。那个让他出事的案子，他是不会放手的。所以，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他，但是他肯定需要你。这酒真好喝，叫什么名字啊？黑色大丽花。是不是叫伊丽莎白或者肖特，都没有这个名字好听。他还有一个中间名，叫安。也不错。韩冰说，你有事想找我了解一下，只要是我能说的，随便问。其实我们所还有很多律师，论经验、资历或者业务水平呢，都比我强。我不知道乔律师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合作。那你知不知道他这次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才出的事？那你知不知道，他人出来了，恩怨还没了。那个大佬势力庞大，咱们所的律师都不是傻子，没有人愿意往沉船上跳。哎呀，看来是我比较傻。那我想问你啊，以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直觉，王博、雷小坤是想杀掉朱红吗？我入职1个多月了，从来没见过咱们所知名度最高的律师。那是因为他被关进去了。我说的不是乔律师，是您。我？弄反了吧？我可是咱们所知名度最低的合伙人，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知名度。目前国内刑法界3大元老级教授，应该是高原教授、邝伟平教授，还有您的父亲韩松阁教授。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知名度2代。咱们主任和乔律师是同学吗？是。张主任和乔律是同学。还有金福所的薛东律师，大他们1届，他们仨还住过一个宿舍。
你加了不少辣椒。不是说您的面条不好吃啊，我这人口重，平时就爱吃一些酸酸甜甜辣辣的这些调料。酸酸甜甜辣辣的，疯狗357。王伯领导坤以非法手段替人催讨债务近2年，威胁和非法拘禁各类债务人的行为，恐怕有10几次甚至几十次，至少我在新闻笔录里头就看到几起，但是呢，从来没有闹出过人命。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乔律。我觉得更像是过失致人死亡。我知道你想说，王博和雷小坤本来只是打算吓唬吓唬朱红。但没想到大力出奇迹了。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果那个艇能离悬崖还有10米远，你的说法就成立；但它如果离悬崖只有半米，故意杀人。